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拜登哦跟尹锡悦的碰面啊，就有提到，因为最近尹锡悦的父亲刚过世嘛，所以他就有跟大家提到说，他跟拜登聊天散步的时候，一直提到他自己的父亲哦，然后他说拜登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很相似哦，还提到拜登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呐、那这是他在回国空军1号上面这样子讲啊，但是很多这个。包含韩国的一些民众就在那边讲说，哎呀，你都真的快要把美国认成这个美国爸爸了，不要一直都是这么亲美的一个态势哦。那他甚至还毛遂自荐说啊，下次的这个美日韩领袖峰会啊，可以在韩国来举办哦，希望拜登能够举办他说感谢啦，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峰会哦，希望下次能够让韩国有机会来办。所以韩国的总统办公室哦就讲说，韩国有充分拥有办下一次峰会的一个资格。那下次办在韩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他说三国都有各自的行程跟安排哦，会在进行讨论之后做出相关决定。韩联社也提到啦，就说这个几率非常的高，因为明年的4月有国会议员的选举哦，美国也是在明年11月要总统大选，因此呢，具体的时间还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哦。看起来这个尹锡悦是非常非常的亲美哦，可是他这样子对待拜登，拜登也有这样子对待尹锡悦嘛？他好像连介绍尹锡悦的时候名字还熊熊想不起来。我们来听听。他的名字很难念。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both of you ahead. Now I will yield to who am I yielding to? Distinguished guest,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e needed the voice of God to tell us that. 对，所以那个广播还赶快帮他讲哈，那他就说哦，这是神的声音，赶快化解一下尴尬。所以人家讲说，这个美日韩呢、现在抱团赌华哦，就是要围堵中国大陆，这是港媒的报道。金砖国家这个现在也要谋去美元，所以的确啦，这个金砖峰会明天就要开始了，习近平也会参加这一次的峰会哦，而且要力促金砖国家成为 G7 的全方位的对手。所以8月21、22就是看这个时区的这个时间不同，大概他会在这个时间区段里面在南非来举行，所以很多的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也都陆续抵达了。金融时报在那边讲说啊，现在看起来金砖国家的确会跟这个 G7 有一种抗衡的这个意味哦。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官员，不具名的官员，他讲说，其实金砖国家扩大到全球 GDP 的比重与 G7 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在世界上集体的声音现在就更加的嘹亮。那南非的总统呢，拉马佛沙他讲。他说不会这个迫在强权间来选边，我们拒绝任何跟全球强权集团结盟的压力我们也不会被拖进强权的竞争当中。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BBC 讲说金砖国家集团为什么有40多个国家想要进入呢？现在还有伊朗阿根廷、古巴、哈萨克都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大家都想要赶快加入到这个金砖国家，就连这个印尼也有可能要加入。现在佐科威也前往到南非要出席这个金砖国家峰会，连这个莫迪本来说他只要视讯就好，现在看起来从彭博社的报道说他也会去到金砖峰会，甚至有可能跟习近平进行会面。那这个中印双方的见面也让大家蛮瞩目的是不是有可能会化敌为友？在这个金砖国家这个金砖峰会里面，的确两个国家都算是蛮有影响力那当然还是中国是比较是老大哥的一个位置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金砖峰会，现在看起来这个全球的变局也是持续，因为这个金砖国家越来越多国家加入所以它整体的国土的面积跟人口大概分别占全世界26%跟41%那2022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了大概全世界的1/4左右。那王毅也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通电话，因为这个伊朗也是想要赶快加入到这个金砖国家所以他提到的事情说，伊朗跟沙国持续改善关系已经在中东形成了和解浪潮，就是提一下中国大陆协调这个伊沙两国的一个会谈。那我们看到更妙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法广的一个消息他讲说金砖集团欲以人多地广跟西方掰腕那好玩在哪里呢？他这个消息今天出来嘛，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马克宏想去但是没有获得邀请，是不是有点酸溜溜法国觉得哎呀想去不能去，我们就讲说你还想要跟西方来掰腕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美日韩这个大卫营
我觉得主要是美国的主观强烈的动机了，要把美日韩拉成一块了。那美国当然最高愿望是对抗中俄朝嘛，不过这个当然是做不到了，因为韩国跟日本的假想敌不一样啊，韩国是朝鲜，那日本是中国啊，那可是他们就尽量会做到一定的程度啦，比如说可以共同协商某些议题啊。那首先表现呢，我认为会是经济议题，就半导体啦、太空议题啦、人工智能啊，这些议题，我认为会很快就会落实了。那当然对韩国、日本来讲，他们是面对了新的挑战啦，比如说韩国就是看到北韩的军事的能力，我认为从去年到现在大概1年以来是突飞猛进了。那南韩当然就会认为他背后有大哥在支持嘛，那个大哥就是俄罗斯嘛，那日本是看到中俄在背靠背联手啊，那他也会害怕，那当然也有个人的理由啦，因为两个人民调都在低点，那个岸田文雄现在民调只有33，然后尹锡悦也差不多啦，尹锡悦民调有一度他去华盛顿的时候。那时候民调冲到46以上啊，就回来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了。所以尹锡悦当然很希望下一次在我们国家办啊，这个可是我认为他真的要处理军事的议题就会非常棘手了。比如说我随便讲啊，美国说一定会有定期的3国演习啦那我请问你要在哪里演习因为你选的地理位置。就会隐含着你的假想敌是谁了，对那如果是在朝鲜半岛附近，那当然没问题啊。3国都不喜欢北韩嘛，可是如果是在日本海，你韩国敢来吗？韩国可能就会惹怒了中国。那如果是在日本海以北，你韩国敢去吗？你就惹怒了俄罗斯啊。所以我是觉得它有它的极限嘛不过你如果对比像中俄跟这个北韩的接近，我觉得他们的具体的作为就非常多了。比如说，你去看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的巡逻啊，他大概从7月18号、28号到现在，这个8月17号，他们也从宫古海峡开到那个冲绳啊，已经连续开了6400海里，就是他们都是很实际的了。然后那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公开承认了，说他们跟北韩正在进行军事合作。那北韩提供传统炮弹，那请问俄罗斯给他什么？所以很多人当然会猜嘛，可能最近有一个东西传出来是它的战术核武也在迅速升级当中。那个当量大概只有3000到4000的那个 TNT 吨那个事实上影响很大。因为北韩是真的有可能用战术核武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注意了，因为北韩的军事的升级真的是太快了。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美日韩的军事联盟要走到最终的目的，难度很高而且效果也可能会很有限。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个就是，除非日本跟韩国完全跟中国大陆脱钩。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上的依赖，但是不容易做到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们3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日本的主要的矛盾领土的矛盾是跟俄罗斯，韩国主要的它的统一的愿望，事实上跟日本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日本跟韩国之间也有独岛或者叫主岛之间的领土之间的矛盾。你看看，当日本的教科书或者国防白皮书把这个独岛划为是日本所有的时候，那韩国就表达抗议了。韩国派军进入独岛的时候，日本就表达抗议。那因此呢，3者之间的这个矛盾跟争议一直存在，所以要走到多远，我其实是相当强烈的怀疑他们能够形成多紧密的军事同盟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如果说这3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打这个朝鲜的话，那中俄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他要打俄罗斯的话，中国大陆也不会坐视不管。那更不用说他们去打中国大陆了，因为他们不要被中国大陆修理就好了，不要说他们去修理大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搞了一个排场搞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效果其实不大。然后，但是这些牛皮是吹得很大啊，那我倒佩服他们的吹牛的功夫啊，这一点真的是很佩服啊，因为只要追随美国的国家的领袖啊，绝大部分民调支持度都很低，从安倍晋三、菅义伟到现在的岸田文雄，越来越低。那尹锡悦也是如此，英国的拜登、特拉斯啊，也到现在的啊，这个一个都比一个低。就是说谁追随拜登，谁就一直往下走，这个是了不起的事。原因很简单嘛，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去满足美国人的国家利益，那当然民调支持度就低嘛。所以你看马克宏要走自己的路啊，他的民调支持度从底下往上走，国内的这些重大的纷争一个一个拆解掉了啊。金砖五国，我觉得今年是扩员定了，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明显，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从原来的巴西跟印度的反对马上转向，很明显的扩员也应该是定了，但是扩多大，这个是我们在考虑的。亚洲这个部分里面有印尼、越南、泰国，他们一直想要加入。南亚这个地方，南亚跟中亚，各位也看到啊，有一些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中东、沙特、阿联酋这些富有的国家也想加入。拉美那更不用说了。阿根廷、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都要加入，所以每一个州都有一些大国区域的大国都想加入。我觉得金砖五国越来越扩大的时候，他们对原物料的控制权会越来越大，能源的控制支配权会越来越大。这个对于 G7 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最根本的，也就是他们的国际货币，也就五国以后不叫五国了。就金砖国家的支付货币会慢慢的摆脱美国的支配，这个才是影响最大的。好，袁老师，这个我首先强调一下哈，这个大卫营呢，就是说是美日韩三国，我觉得他们形式意义、象征性大于实质的意义啊。实际上讲起来的话呢，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大卫营是只有美国总统才可以去的度假的地方啊。这受邀的话，当然你可以看到照片嘛，他们都不打领带啊，表示非常自由啊，非常随性啊这种。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啊，这个美国在拉拢韩日的时候呢，这个邀请到大卫营访问，因为大卫营访问原来的话是美国邀请丘吉尔这种人物啊，所以在历史当中的话呢，就是非美国籍的元首受到大卫营的邀请，本身来讲是非常具有形式意义，表示说关系需要加强。但是这个也同时说明啊，美日韩三国之间呢没有办法同心同德了。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牵涉到的矛盾非常多，因为日本受到美国的牵制嘛，还有一个和平宪法，对不对？然后这个韩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国内对于尹锡悦的表现的话呢，大家的抱怨是越来越多，所以尹锡悦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民调下跌，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过度倾向美日的感觉了啊，这甚至于说是讲到自己爸爸的这个情况，讲到拜登的情况，联想来好像是讲到是自己爸爸一样。但是金砖国家的问题的话呢，我倒是想要稍微强调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哈，这个天下呢，这个分成南北啊，因为金砖国家当中非常强调，这次到非洲的话，非盟加入啊，那个王毅曾经说过，南方国家当中啊，这个大家这个南北的观念，如果读过开发中国家政治的时候，都非常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经济结盟，就是南方主要是西欧北美了啊，那个在这个以前的话，那现在就是欧洲跟美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南方国家里面主要讲的就是亚非拉了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金砖国家所有没有办法参与所谓的 G20 的国家，或者说是比较高，甚至于就是说比较富有的、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机会，这是最主要的参与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要付出的代价，说不定就是中国要付出代价是非常多的。最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知道阿根廷一直不断用人民币来偿还它的美元外债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结果，让人民币贬值，也是一个大家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要把金砖国家拉起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人出来买单啊。那中国不敢讲这句话，但是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否则的话没有好处啊，没有直接的好处。这个国际政治一定要看利益了，是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关注中国好声音的这个后续黑幕，因为有这样的一段画面出来，就是李玟 Coco 在生前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的时候呢，曾经传出一段这个对于赛制不公的影片跟引导。那这2天其实也在这个两岸都有新闻上面的播出哦，就还原 Coco 当下觉得说你不然就把我抬走啊，这样他那个气氛的情绪哦，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哇，原来中国好声音是这样子黑幕重重的一个节目吗？现在这把火已经烧到了这个浙江卫视哦，那所以浙江卫视他们也表态，就说会铭记李玟啊，然后相关会进行后续的一些调查，就说好声音跟大家的期待是有差距的，发了一个这样的声明。所以他就说这个浙江卫视哦，浙江广电集团有责任加强节目监督，才让大家发现到说原来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哦，是一个外制单位，它只是挂在这个浙江卫视的平台上头。那很多大陆网友就开始在那边批评说，好声音的制作公司灿星臭名昭著哦，造孽无数，早该要起底调查，不知道是有多硬的后台，甚至连今天哦，大家都还找出了一段这个画面啊，就说潘玮柏他其实本来是背对着的，他并没有想要转身给，这是潘玮柏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你别没有啦，那这个题外话，所以就是潘玮柏呢，他其实并没有想要拍下那个按钮转身哦，然后他说那段画面，潘玮柏手都还摆在腿上，然后人就转身了，然后人家讲说这是谁转的呢？所以就这样子一个黑幕的这一幕，当着全国观众面前，然后他说潘玮柏转过来一脸懵哦，手还在腿上都还没有动，到底是谁转的呢？那很显然是制作单位要他转的嘛，就是说据说好像连一个转身都可以用买的，就是大概50万左右的一个代价，如果导师为你转身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行情价，所以现在当然是消息很纷乱，都还有待查证或澄清，但是的确现在浙江卫视变成了众矢之的之外，灿星制作大家也开始起底哦，就说这个美国新闻集团旗下这个星空传媒的频道哦，其实星空卫视进入中国大陆，然后成立这样的一个制作公司，所以星空卫视制作这个综艺娱乐节目也包含了像英国泰晤士报啊、太阳报，还有澳洲的这个澳洲人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都算是一个同体系的。那好声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因为好声音的模式是来自于美国，所以现在是不是引发出来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等于说对抗的情绪让大家就开始就对于好声音也产生了一个反感。那好声音以前呢，在2011年一开始的时候是以美国之声为名在美国的 NBC 电视台播出。那后来其他国家我就买这个模式的话，我就可以变成中国好声音，或者是欧洲好声音、英国好声音，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中国好声音因为前面挂了中国，所以代表说是中国原创的，其实并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它因为后来叫中国好声音之后，陆陆续续翻过来的一些其他本来叫美国之声的节目，也统统改成美国好声音或是英国好声音。也就是说，现在更激发了大陆反美的情绪就说你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就有很多黑幕？因为在国外就已经传出很多这样的一个黑幕的消息，在这个好声音的体系里头。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在抓这个 CIA 的间谍就说这个中国的国安部讲说，这个嫌疑人郝某他是1984年生的那是他们这个国家部委的干部。那郝某在日本的留学期间跟美国的驻日官员结识了，所以就是这一名叫做泰德的官员就请郝某帮忙写论文，还支付稿费那后来这个郝某呢，他这个等于说郝某又回国之后想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国家部委来工作，那在境内跟 CIA 多次的密会接头，还提供了相关的情报，所以感觉上面被渗透了，现在也把他抓起来。那事隔10天你看现在抓的非常的密集，当时在8月11号、8月21号接连这样子抓了2个就涉嫌跟 CIA 好像帮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CIA 讲说，有些时候 CIA 的官员他们的消息来源需要确定他们会面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带一些信物来保证了解这个对方了解彼此的关系，等于说是给特工发一些警讯吗？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嫌犯都对于就是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在抓这样的一个间谍李军，这个中国大陆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李军他
他也算是这个解放军的中将，曾经担任火箭军的副司令。2020年的时候调任到中央的军委会哦。那现在大家开始在讲说要抓起来这些理军们哦，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火箭军现在开始就是有一些调动啊，这军位上面的调动。感觉上面好像也是要警告一下这个 CIA， 我们也有掌握到你们在那边渗透的一些相关消息哦，甚至还说这个美国的驻外使馆都在吸收留学生，那年龄大概就是在70到80后是 CIA 主要吸收的对象，所以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习近平讲希望中美的青年哦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接续注入动力，希望说可能有一点好像对比这个 CIA 间谍的这种感觉，不要都是来当间谍，而是要有一个良性的发展，让这个中美的关系发展哦能够是正向携手而行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这个好声音已经传很久了，就是有不公平啊，就是潘玮柏那个表情就表示他根本没按嘛，结果椅子就自动转过来了。这个难以理解啦，你一个节目已经这么成功了，那既然还有贪腐的行为，这个就好像最近在抓那个，不是在整顿那个药业跟医院嘛，医疗那个医疗体系，你待遇都这么高了，那进一个机器也要收回扣，而且那个回扣高到吓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映，这个就是怪不得刀郎那个歌会流行啊。罗刹海市，对不对？就是到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腐败行为嘛，所以怪不得那条歌会在中国大陆炸开啊！而且他歌词里面就有写到好声音，他就说有直接讲好声音吗？没有，他就是暗示就说转。对了，就是那个把那个定那个那英自己那个叫转定啊，转定啊。那事实上就在讲那一只嘛，那只马虎。好了，这个停啊！这个本来他演艺圈就是要整顿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整顿啊，就是演艺圈的腐败行为啊。那前一阵子都是在查逃漏税，对不对？也有查成范冰冰那一类的，那个是逃漏税，演艺圈是逃漏税，然后还有那个逃漏税是演艺人员的个别行为。我们现在是在讲体制内的这种贪污的行为啦。因为他们这个基本上都是国营的嘛，所以你实在不应该存在这种行为啦。事实上，后来跟好声音竞争的节目也蛮多的，对啊。可是其他节目我就没有听到有频繁的传出，说里面有什么塞好的啦、作假啦，一大堆哦。这个我们苑老师有内线情报，等一下由他来讲，这样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也让我难以理解了，就是说他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那国家也开始改善一些制度啊，给相关的人有更好的待遇啊。可是间谍还是不断出现啊！你在美国就很少听过有什么中国的间谍在美国的高层啊，在更在早年那个韩战那一位了，那个比较有名的，后来就真的比较少，美人计不少了。那个都不算大咖啦，都不算大咖，就是你就不断的传出了啊。这个，我觉得当然他们有些人就想要离开中国了，想去美国住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诱因。所以美国你就看到美国在很多领域了，都不断的可以找到适当的合作对象，这样。好，来问一下赖老师，只要是有比赛，我们就不容许有不公平的、作弊的或是人为操作的现象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基本道理。那现在浙江的广电集团已经要调查了，那这个就涉及到浙江省政府啊，也涉及到浙江广电集团的威信的问题。那他调查就必须要从根爬起，如果他调查的结果不清不白，那么我想失去的可能会更重。因为中国好声音是外置的公司在做，不是浙江广电集团。那广电集团就没有必要去帮这个外资的公司去背黑锅。那如果说他在调查的过程中没有让所有的整个中国人啊，或者海外的所有的华人他本身幸福的话，那这个对于反而会让浙江广电集团或者是让浙江省政府它本身承受巨大的政治风暴。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已经宣布要调查，那就铁面无私了，没有什么好留情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整个这个公司它在过去的所有的节目中，那么当然要欢迎举报嘛，而且要欢迎不具名的举报。那在举报中就开始去核实，一个一个核实。那一个一个核实以后，有多黑就公布有多黑那么我觉得让整个真面目，让整个中国人知道，让整个消费者知道，我觉得这是他的基本的责任跟义务了，这应该要这样做。因为既然被指控，而且是被指名的指控、具名的指控，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回避的。这个公司如果没有，那就是整个完全接受调查，一直到还给他清白为止，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中间还要有人去使力，要介入，要去关说，我觉得那些人是自寻死路。那如果浙江广电集团在这个部分里面承受到关说而改变的话，那他是给自己找麻烦。他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有关于间谍的问题 ，CIA 的问题，这个就是牵涉到伯恩斯。我上次我就是说，伯恩斯在阿斯本的这个大嘴巴，他闯祸了。一般来讲，情报头子嘴巴要很紧的那结果这个大嘴巴在一个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会议中，在那边吹嘘说我们现在重新建立打进去了。那这个代表确实有，确实有。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那要清查就不难我觉得一旦清查出所有的路线路径、所有的人员，还有所有的这些资料外泄的情形，或者是甚至还可以用很多的钓鱼其实情报工作是我们孙子兵法第13篇就讲得很明白了那在这个部分中国很有经验，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很懂做情报那美国人这一套情报我觉得真的是小儿科，永远都只能透过大使馆永远就是透过留学生，透过签证其实坦白说，我们在台湾谁不知道美国人在对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做了什么动作？我们谁不知道美国的驻外的这些大使馆通常对于签证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动作？谁不知道嘛？哎呦，那就是那几套，坦白说要查，真的也没有那么难好，叶老师。好，那个有关于中国好声音出现的事情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凡是有因必有果这个我们哲学家讲，凡是发生的都是有理由的嘛。3个理由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媒体的管制的同时就是国营办的媒体又要搞一些这种欢乐节目，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欢乐节目很容易受到大家的追捧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资本化就是无孔不入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浙江卫视里面浙江电视台它提供的是一个平台，主要是那个澳洲人 Murdoch 的这个节目在这边制作嘛所以这样。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自媒体的发达，这里面的话呢，看了以后你会发觉触目惊心，里面讲的人民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出现了非常多的情况。那么在李玟这个发生不幸的事件之前就已经出来了，就是他当时就在抗议嘛，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不过的话呢，现在他既然死了以后呢，大家的情绪就增加非常多。明显在调查之前的话呢，这个浙江电视台的这个好像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这个股票一直下跌，每天20%的程度下跌，那么这已经说明一个现象。另外，有关于这个美国 CIA 在中国搞间谍的事情这个事情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为了我们的这个核能，以前一个姓张的张姓上校也是做了类似这种情况，然后他本身的话呢，也是受到 CIA 的安排。那 CIA 的安排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钱一个就是移民嘛，基本上是这样的做法。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好，来看一下赖清德是不是已经胜券在握了？民调已经支持度冲上了40%啊！那赖清德当然很开心哦，就说：“哎呀，要努力到最后胜利为止，感谢人民的支持哦，我们要继续努力，一直到最后一刻，一直到胜利为止哦。”那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是沈大佬讲说，其实民进党哦会怕侯友宜，他说啊有这个8个字的铁证哦，他点名了2个绿委。他说，因为民进党最近又开始恐惧侯友宜了，证据就是啊，像林静怡、郭国文会污蔑他说不讲信用会biang biang啊。他说这句话就代表说民进党怕了侯友宜了，所以呢，他就说现在柯侯表态只当正的哦，所以这个柯侯配的几率几乎是没有了，只凸显出朱立伦昏庸无能以及领导无方。那现在国民党的基本盘也渐渐流失了，但我就觉得，哎，怎么后半段跟前半段有点不太一样？就前半段就怕了侯友宜，但是后面又说基本盘流失，可能这个是大佬才能够明白。我们等一下要请教来宾们，然后再来，知道了。再来这个郭台铭哦，有讲说这个板桥的大姐要我出来选，马上又有一些人开始在讲说，哎呦，这好像看到了以前朱立伦讲的淡水阿嬷要他出来选哦，那时候绿营的媒体还特别在那边跑去淡水找说淡水阿嬷是哪一位哦，然后他们现在又要用同一个方法来讲郭台铭，感觉好像也是要黑郭台铭一下，所以他就说，那但板桥大姐又是谁呢？又要这样酸一酸哦。那柯文哲也有一些争议啊，他现在讲说少提国与国，两岸是特殊关系，但是他里面的这一段话就让大家听完，特别是蓝营的支持者听完会有点怕怕的哦。他讲说什么呢？他端出了李登辉，他说李登辉告诉他，两国论提到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哦，哎呀，只要讲特殊就好了，国与国少提一点了，好像这种选举的话术哦，他在教他哦，就说啊，对岸问到的时候就说特殊关系，你国与国就不要提到，但是骨子里面就是李登辉告诉他的那一套嘛，那所以人家开始质疑说，难道你是要走李登辉路线吗？他恐怕这样子讲完也会使得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哦，又开始可能会想起以前这个李登辉的事情哦，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记忆哦。那另外我们看看郭台铭抛出来3只小猪的事情，葛莱仪又调出来了，他说，只有2个参选人可以成为一组哦，那现在只有1个人可以成为选票上的总统参选人，那你举这个童话故事的这个真的有意义吗？那华邮的作家也讲说啊，这个赖清德台独已经过时了，但是统派的消失也是一个趋势，这是华邮的一个作家的一个投书啊。那另外我们看看台湾现在目前呢，感觉上面真的是有一些疲于奔命哦，因为有一个自由时报的独家消息说，解放军的军舰已经出没在我们的东部海域上面哦，而且这个舰上的5星旗非常明显可见，这是军事迷在东部外海发现到这一艘解放军的军舰，在宜兰这个乌石这个东南方哦，那距离这目击的距离相当哦，那可以看到这个5星旗的这个旗帜，所以大陆的专家在讲说，解放军可能要以持续的战备来拖垮台湾哦，因为他们如果是常态性的军事的这个威慑的话，对于台方这边的军方哦，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解放军也不用动枪动炮的，光是这样持续的战备，台湾这一边哦，可能就是要一直紧急升空啊，一直持续的这个战备回应哦，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疲于奔命的情形。那另外，解放军的军机超越了中线，还兜圈呢，所以空军的 F-16V 的战机就主动应对。还有呢，后勤现在的确传出一些吃紧的状况，空军在3年之内一度欠下300亿元这个后勤补保款项哦，那必须延迟付款。那现在国防部呢就紧急调度资金，但是还是欠了大概30-40亿哦，恐怕要有待新的年度来编预算来这个澳元一下。那另外这个国军现在换装就很烧钱哦，可是美国说要挺台湾，可是近年来我们这个军援大概只有3亿余元的这个美元的这些军备哦，但是我们持续大量消耗的这种大量资源哦，所以等于是9牛1毛啦，就是塞牙缝的这样的一个钱哦。另外看看
美国的确很矛盾哦，他们有这样一些消息哦，就讲说，这个美日韩的大卫营啊，这个峰会看起来北京要加强对抗。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在讲说，中国大陆这一波的这个动作不敢太大哦，可能是考量到说现在美日韩的峰会，所以又很矛盾了，就说要加强，然后又说动作不敢太大，所以我们也不太懂这个美国的媒体到底在说什么。那所以我们看到美韩现在21号开始要举行为期11天的这个以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那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也在19号结束了台湾周边的军演之后，20号又宣布即日起大概到27号会在渤海海峡还有这个黄海北部的海域来进行一些军事的任务，所以较劲意味十足。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最近有上升主要是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接受彭博那个专访那个媒体真的是文宣媒体的高手，做了适当的处理因为老百姓坦白讲也搞不清楚你到底在回答什么，所以大内宣成功，就是我们简单讲叫做那个总统的格局有出来那个 feel 啦，然后当然也包括这个媒体对他访美的所采取的各种镜头跟报道这是第一个啦。那这个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侯友宜跟柯文哲到现在没有这样的专访，因为赵少康那个不能算是这样的正式专访，那个有点是在说对几个问题表态这样就是我觉得侯友宜跟柯文哲非常需要这样的专访，就是我们用台语讲的中通把耐出来了那第二个就是大西瓜效应开始出现，因为赖清德的看好度现在已经高达57%，那主要原因就是人家已经受不了了，就你这个菲律到底在干什么那郭台铭民调都只有10到12%，为什么他那些民调就是不能够跑到侯友宜跟柯文哲那边？就表示你并没有优秀到或者表现到可以把郭台铭的民调压到10%以下嘛？这个是很罕见的。所以郭粉没有归队，没有归队，就等于说没有让他们一个服气的我简单讲就是我对侯跟柯不满嘛，就那群人仍然不满嘛，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呢？当然他那个诉求也是不合理就你民调是第4嘛，那你凭什么当正的？可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一直纠缠纠缠到有一些人实在是懒得看了啦。懒得看，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选民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人对蓝绿是不明显的他们不轻易表态还有一些蓝的支持者说，现在接到电话就已经放弃，然后人家问说支持谁赖清德啦，赖清德啦，那个就是废票那种方式在回答。还有一种叫大西瓜啦，大西瓜就是，所以你为什么赖清德会变高啦？就是他就觉得这个也不知道在选什么怎么搞成两组就已经够麻烦了，你现在还有一个人始终搞不定，那到底在干什么嘛？热闹的，就是这种 feel， 我觉得在扩散了。那这个当然就构成这个菲律阵营的很大的危机了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当然，自己强大最重要了。比如说，刚刚又传来一个新的新闻，就是台湾芒果又要被这个大陆就是发生了，就是跟上次释迦凤梨类似的就我就觉得然后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反倾销税开始针对那个聚碳酸酯嘛，就 PC 那影响的金额是高达375亿台币那就突然之间保证金平均要到16.9%，那这个生意就不用做了嘛。那你有听到侯友宜跟柯文哲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跟你讲你如果是在选举你可以出来讲，我只要当选，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就够了。请问你敢讲这种话吗？我跟你讲，以前民进党蔡英文是怎么回答ECFA的？他说只要我当选，ECFA保证交付台湾人民公投。结果蔡英文当选之后变成概括承受，糖衣毒药。只知道糖衣没有吃到毒药，对，我们吃到了好处，没有接受一中，这个就是民进党可是这种选举有效事实上我讲白了啦，侯友宜有出来讲说，你们郭台铭支持的都来支持我，郭台铭的政见我全部接受，比如说你823就要去金门嘛，
你侯友宜可以公开讲啊，郭董的金门宣言我全部接受。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没有啊。所以我没有看到你在选举嘛。就是两岸的矛盾这么多，一个议题一个议题浮上来，你有出来保证说只要我当选，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你有讲过这种话吗？他是不是要说话要先问问金小刀？他能说这种话？还是要先问问朱立伦才能发言？不是嘛？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建立老百姓对你的信心嘛。所以你认为他应该要更快的跳出来？我坐在这边，岳老师讲的我也同意，你要证明你有这个能耐嘛。那民进党有这个能耐吗？那艾克法还不是盖瓜承受？问题是人家当选了。对啊。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先喊再说，对吧？两个的意思。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如果都先喊再说的话，我想我们也不用选举了因为候选人讲的话都是屁嘛，都是这么简单。但我们都被批那么多年了啊。候选人讲，你也不要学赖品妤都讲那个字嘛。信赖的我们都不敢得罪，信赖都不能得罪。旁边就是一个信赖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要选政治人物，那政治人物如果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我们把我们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坦白说这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政治人物要守住他的诚信，因为我们要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你，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选民在这点上一定要自己有个分寸，要拿捏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选举尤其是总统的选举，其实它不是一个大选区，它是一个小选区，就是一个台湾整个地区嘛。台湾的整个地区就是小选区嘛，就选出一个人嘛。那你排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都没有意义嘛。你在那边第2名要去争排名第3名说我要赢你第2名，第4名说我要赢你第3名都没有意义。因为选举只有一个人会选上。但大佬说现在民进党已经怕了侯友宜了。那尊重大佬嘛。那问题就在于说，今天的情况是赖清德一直稳定领先到现在，而你非绿营的人还没有人能够挑战他，能够把他拉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危险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的支持度也从来没有破他的基本盘说现在民调往上升，我不相信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还是在基本盘他的基本盘根本没破。那现在只是说非绿的，第一个他没有阵营嘛，有非绿选民，但是无阵营。无阵营为什么？因为没有整合，也没有进行整合，没有要进行整合，没有要进行联盟，也没有形成阵营，所以有非绿的选民，但是没有非绿阵营。它是一个松散的，连组织都不是，也就是各自搞各自的。那目前来讲，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各自搞各自的，那就没有任何一个第2名以下的人，他排名超过他的基本盘。过去有人说蓝营的基本盘有3-4成，这鬼话嘛。如果蓝营的基本盘有3-4成的话，那现在绿营的基本盘就在3成左右。那蓝营的支持者，蓝营的候选人，那早就应该是跟这个赖清德是 PK 的嘛，应该是不相上下了。那很明显的就是蓝营的基本盘已经不到3-4成了，那这个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好，那既然蓝营的支持者不到3-4成的情形下的时候，那非绿的这个阵营要不要形成？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绿的这些候选人自己去思考。坦白说，你拼了命，你第2名也没什么用你假设你柯文哲，你说我很厉害，我很厉害，你到最后你还是第2名也没用，你还是落选嘛。你侯友宜，你说我拼到第2名也没用嘛，你还是落选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非绿的人自己要不要想一想，要不要形成一个阵营，自己一定要尽快的想出来。那么一定要想通。另外一个，我觉得在于军演这个部分里面，这次的中国大陆的军演，其实它的威力反而比你划出军演区威力还要大。为什么？因为他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举行，你不知道。他进行到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你也不知道。那也就是说，解放军掌控所有的主动权。
他想来他就来了，而且来按照他自己的作战想定，要多大规模就多大规模。他的海军跟空军要怎么联演，他就怎么联演，就更难掌控了。你根本无从监视起。因为之前划定5个选区，5个演习区，5个实弹射击区，现在是完全没有。那完全没有，请问你台军、你美国、你日本，你怎么进入这个战区？现在美军我们就在看呢，你美军跟日本，你的船舰如何，尤其是你美国，你如何通过台湾海峡？你敢不敢通过台湾海峡？你如果在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中，40、50架的战机在你的军舰上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倒认为，不要看哦，没有声音的演习常常比有声音的演习还要大。好，来请教苑老师。对大家都知道我非蓝非绿了啊，所以说呢，我在看待这个消息当中呢，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注意后面一个消息。这个后面消息是解放军军事设压常态化。然后呢，它后面还有4个字是压垮国军的，所以大家要了解目前的话呢，这个选举不管怎么讲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但是我跟你讲全世界最勇敢人的确就是台湾人了，因为台湾人根本都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问题在因为我今天这个非常客观的说我觉得郭台铭的情况真的是不要讲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来讲，他代表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我就不谈了。那另外就这3位候选人来讲的话呢，我对于这个赖清德这个后市看好，我不是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说在讲话的能耐上来讲，虽然我常常批评他这个讲话上基本上的常识不足，但是他还是能够侃侃而谈把这个他想要说的事情至少能够清楚说出来。那另外的话呢，2位一个乱讲话，一个不讲话，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的弄不清楚。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亮哥不要笑那么高兴因为你刚刚讲的内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发觉说这个，因为大家现在没办法，就把这个箭头指向朱立伦了。赖清德这个叫会讲话，对，不是赖清德不管怎么讲了不是，就算是说是能够做基本正常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民主极大的悲哀因为我们的前途都交在这样子的人手里的话呢，就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说事实上，我必须要强调目前为止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全世界除了我们自己这边比较不紧张以外，大家都非常紧张。我稍微强调一下这一次大陆的军事设压部分的话，刚刚赖老师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是它的确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不太一样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国际的局势非常乱，整个东北亚地区加上东南亚地区都非常乱，包含这个美日韩。在这个 Camp David 当中有动作之外，那之前的话呢，这是莫斯科安全会议当中有这个中俄朝之间的话呢，是对垒很明显。那另外的话呢，他这一次对于台岛的话呢，他们强调的是有目标的演习。我觉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他出了运输机，也出了直升机。那这个是基本上的话呢，跟实际上要投伞兵或是要直接这个攻击感觉上非常像。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一个消息当中讲到说，这一次的话呢，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就是说虽然动作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但是呢，他们基本上呢做好了各式各样的准备。你可以从这次的演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的话呢，大陆对台湾采取的策略，包含最近有关于要取消 ECFA 了，加上今天的这个芒果的这个问题也就发觉说大陆的态度也开始完全不一样了。我要强调最后一个观念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呢，对大陆来讲呢，实施这个统一的问题当中，讲了原来很多条件美国人都把红线一一跨过。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觉得统一无望的时候那就非在事情变成恶劣到不能收拾的时候，先采取一些行动，这个是非常客观，而且合于逻辑因为统一无望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宣传了70多年的事情无望，那还得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